你既知道那是他的心魔，又何苦这般激他？叶少侠，你的心魔又反噬了。才没有。 何耀，叶鼎真，你就是想报复，让我看着要在眼前，而不得最后含恨而终。这是个好方法，你比我狠多了。我若不是知道你是尹落霞的妹妹，我会以为你是卓墨公子的妹妹。 你在说什么？废话多！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少说两句话会死吗？我成这样，是拜何人所赐？你说不激我也不至于。你敢做不敢当？别再说了，我不敢保证，我不会再动手。 喝药吧。
你说要留下来报恩，要给我讲完故事的。云哥，文君好想你，文君真的好想你。我以为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想吃草原的牛肉，那就去草原吃；想拜佛国的菩萨，那就去佛国拜；想喝男爵凉茶，那就去男爵喝；想乘船东游，那就去东边最大的大港，登船起航。天高海阔，不在这笼中天起。文曲，次年申冬，景裕王正妃胡错阳诞下景裕王第6子。诞下之初，其子嚎啕如雷，王府震惊。琅琊王亲自取名萧楚河。又2月，侧妃易文君诞下景裕王第7子。易文君推却景裕王琅琊王定下之名，而请师兄骆青阳为其赐名萧雨。李先生走了，把学堂祭酒的位置交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山前书院的人。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？这代表着李先生已经决心离开天启城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当年帮助圣上打下江山的这些人，只剩下镇西侯了，手握重兵，镇守国门。可如今，国门之外哪来的汉敌？他又挡谁呢？在圣上的眼中，他才是汉敌。杀了他，龙峰卷轴上，我保证写着你的名字。锦轩公公，本王方才有一句话一直不敢问大姐，现在斗胆想请教请教您。殿下言重。为何大剑要本王如此做？按照祖训，新王登基后就任大剑，该去往何处啊？须守皇陵，终生不得离开。但师父不想。若有朝一日，本王能……嘘，有些话只能说一半。殿下，请。虽然三言两语就会被迷惑，
不过好歹还是有一身的胆气和狠劲儿，所以还不算太过不济。看中的就是他这股狠劲儿。不过，同百里洛尘比起来，就好像拿小孩们去争抢陀螺的凶狠，和提着刀一路上砍下无数颗头颅的凶狠去做对比。当日，我们曾有杀百里洛尘的机会。在黔东城杀百里洛尘，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所以才会被古尘所打伤，连天外天都不敢回，不是吗？是，这还是要托卓清大剑的福。不过请大剑放心，我们兄弟二人的功力已恢复大半。既然我们在黔东城杀不了他，那我们就在天启城杀他。很好，希望二位能够说到做到。那个镇西侯府的叫百里东军的小公子，七斩星夜胜过碉楼小筑，还有天下第一人为他策马执鞭，带着他绕城天启，最后还喧嚣而去，真是听着都恣意呀。如果他身后不再有镇西侯府，也不再有学堂，他还会如此恣意吗？学堂里自以为风流的少年啊，这次就连同百里洛尘一起毁掉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扶殿下上车。一言，这次成了，就真的能当皇帝了。怎么了？这段时间，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云哥。上次抢婚，匆匆一见，也没能告别。我爹告诉我他没死，被人带走了，带我出去，我定要找到他，再陪他把文君抢回来。可文君她已经出嫁了呀。那又如何？她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妻子，或许还成为了孩子的母亲，有了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家庭。这种时候，再把她抢回来，可就不合时宜了。那便要看文君的意愿。若是他想，我就和云哥去救他；若是他不想，我就和云哥喝上一顿，一醉方休。
是时候了。飞斩。尊师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与非离有位亲戚，在北离的天启城。不错，也因此，又是有段时间，我曾与哥哥待在天启城，对那还算熟悉。他们姓臧，勉强算是个世家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有些没落了。那你便去一趟天启吧，用我的暗号联系无法无天。离开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也该出来做点正经的事情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把易文君从天启城带出来，送到姑苏城外，让他与他那个心心念念的人相见。恋人重逢，前缘再续。多么美丽的故事啊！这天气真不错，可惜好日子就要到头了。我是真的不想再听命于他了。卓清大剑，二位，这是要去何处？实不相瞒，大剑，天外天已经找上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必须出宫一趟。出宫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偌大的北离皇宫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不少高手呢。我送你们出去。你们这样的贸然出去，很容易会被发现的。哈，那大剑既然有如此的兴致，我们不妨一同去。只不过我们两个也并不知道今番来的人是谁。或许我知道呢。两位尊使来就来了，为什么还带客人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盟友，不过此时他正在门外的马车里等候，待我们谈完正事，他才会进来。飞斩此次前来是奉了吴相使的手令吗？两位尊使，既然身在天启，想必听过一个人，叶鼎之。这叶鼎之也是天生五脉。叶羽的后人，咱们这位吴相使可真会选人呐。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啊。叶鼎之与影宗宗主之女，现如今景裕王侧王妃易文君曾有婚约。之前他入学堂参加大考之时，两人重逢了。可真是不凑巧，这次来的人，偏偏是最讨人厌的。像这种人，大剑不见也罢。无妨，我独自去见他便是。都说，魂关飞离和破关飞斩，是天外天无相尊使最重要的左膀右臂。今天见到你，本座也很高兴。大剑真正想见的，应该是无相尊使。飞斩可没有这样的荣幸啊。
本座自然是想见见无相尊师，可是单凭无相尊师还不值得本座花这么大力气去见。本座真正想见的是你们的皇帝陛下。那年与他城下一见，风采灼灼，让人至今难忘。不知皇帝陛下现在可好？看来两位尊师告诉大剑的可真不少啊。不要紧张，或许本座能帮你们。大剑的话，回去之后飞斩必当表达。既然天外天如此有诚意，也不能显得本座太过小气了。这是本座送给天外天的礼物。天启城里边藏着4个人，你去找他们，将你的计划告诉他们，就说你们是叶鼎之的朋友，他们必会全力助你们。他们身手很高，比起他们的武功而言，他们的身份或许更加的重要。他们的主人是已故剑仙羽生魔，由他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，可是和你们将易文君带到叶鼎之的身边有很大的不同啊。多谢大剑。不过回了天外天之后，尊师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：飞斩现在就斗胆向大剑请教。问。大剑为何如此帮我们天外天？因为我想要天下大乱。有些东西只有在乱中才能取得。你说他一个太监，他大剑聊得如何呀？相谈甚欢。这4个家奴还真会挑地方。我不同意，我绝不同意！二小姐，这是无相使的意思，而且，这确实是掌控叶鼎之最好的办法。还望二小姐不要意气用事。整个计划需要多久？快则3年，慢则5年。到那时，我们会与叶鼎之重回天外天。大剑，骆都统，今日是要出宫吗？陛下恩典，准许我1日假，去看望自己的小师侄。骆都统对自己的这位师妹情谊可真是不浅啊。若是当年景玉王没有遇到令师妹，大剑，你说笑了。是我多言了，那便不耽误骆都统的时间了。告辞。大剑，
是副都统才对。有意思，不出10年，便是胜过我的大内第一高手了。骆都统，这里为何只有这些人？王爷也有派人来，只不过都被王妃赶走了。那她生完孩子之后，有没有更开心些？不瞒骆都统说，王妃还是不常说话，只不过每日稍稍与我有些交流。说更开心些是没有的，反倒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师兄，你来了。骆都统，与理不合。我去看看雨儿。小殿下很喜欢骆都统呢。大监，刚刚收到飞展那边传来的消息，他在百花楼遇见了那4位家奴，并且说服他们参加了计划。今日行动，有一个人需要注意：禁军副都统骆青阳今日也会在景玉王府中。骆青阳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剑法卓绝，也是北离他们这一带的翘楚。不错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又多了一个麻烦。不是麻烦，反而是一件大大的好事。师兄下次什么时候来？不好说。陛下难得准我1日假，下一次怕是要再等许久了。我知道了。王妃，宫里派人来给您送了些糕点。宫里？你们不是宫里的人，你们是谁？在下秦月寒，我们是奉少主叶鼎之之命来救易姑娘离开的。云哥在哪儿？少主如今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离天启城很远。骆都统那日曾与少主并肩作战，想必今日不会为难我们吧？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少主说，若是寻得机会见到易姑娘，让我们给她捎一句话。她说过，要带你去看的山。要带你去看的山，要带你去见的水，要带你去吃的北面的蛮牛肉，要带你去周游的西面的12佛国，总有一天都会实现的。文君，你再等我2年。
愿星星缱绻，却触不昨天。的确，是他会说的话。但如今我们寻得了一个机会，这2年，少主与姑娘都不必再等。机会，那得先问问我手中的这把剑。师妹，你想走吗？想，师兄，我想。好，那就走。王府内的那些高手，我来替你解决。宗主，杀！什么人？就凭他们，也想挡住我们2个？易宗主，好久不见呐！是你们？原来你们还没死。当时情况就是这样。若风，如何了？皇兄，莫急。我怎么能不着急？为兄就几日不在府守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太猖狂了！你来给我带了什么消息？有抓到什么人吗？没有，对方应该是有备而来，一路上都有人拦截堵应，我的人没能追上去。废物！洛清扬呢？那个洛清扬呢？他帮着那些人逃跑，我定会向父皇参他一本，治他的罪。不可！堂堂景玉王侧妃在王府里被人劫走了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景玉王府都会沦为天启城的笑话，更别说让父皇知道了。从今日起，对外便宣称懿王妃染了重病，不便见人，侧妃殿中之人亦不可出府。那可怎么办？叶挺之，叶挺之，对，只要找到叶挺之，一切都对了。若风，当日你把他带走，他现在人在何处？过了墨云山之后，便没有派人再跟着他。他现在在何处，还得派人去查。你，当初就应该把他杀了，以绝后患。你呀，就是心怀仁慈，觉得他是你师弟的好友，是叶将军的后人，非要我留他一命。好，现在为兄留他一命，
可是你把他带走，却不派人跟着他，害得为兄现在如此狼狈。妇人之仁，妇人之仁啊！皇兄，稍安勿躁。叶鼎之没有那么大的势力，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。比起他，皇兄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真正劫走嫂嫂的人。你是说，这股势力的背后，不仅仅是羽生墨留下的这么简单？自然没有那么简单。学长大人，昨日我追至城门，原本有机会截住文君，但是突然出现2个人，拦住了我。此2人能拦得住易宗主，定然绝非等闲之辈。没错，而且这2个人我曾经见过。是谁？当年陛下还是皇子，北阙虽小，野心却大。他们频繁出兵骚扰我国边境，还和西楚暗中勾结。陛下奉命出征，我亦随军而行。打到最后，北阙输了。为了不被平国，他们兵行险招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北阙乃是一个武宗之国，皇帝非但是一国之主，更是教派之首。国主之下有5大护法，武功极高。他们派出这5个人，试图暗杀行军中的首领，也就是陛下和军神夜雨。这5大护法中的2个人，一个是矮胖，一个高瘦。昨日拦着我的就是他们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是北阙的余孽。真是讽刺！当年北阙被灭国，最大的功臣就是叶羽，如今他们还要帮叶鼎之。素闻叶将军当年带兵十分克制，所以那场战争历时虽久，但比起之前讨伐西楚之时，伤亡却又少了不少。北阙国土纳入北黎之后，余下归民也都还算归顺，这些都是叶将军的功劳。但此次北阙旧部帮助叶鼎之，与此定然没有任何关系。恐怕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。什么密谋？此事不应该由尹宗来告诉我吗？去找雷梦莎，这件事情就让他跑一趟吧。是。不错不错，这样可以说是已有小成了。这下出门背着一把琴，琴声便可伤人，既风雅又威风。瑶儿教的我这门功法可真是厉害，
他叫什么名字？这是我们北阙的虚念宫。虚念宫。没错，它是我们北阙最高深的一门武功，也是最难修炼的一门武功。我虽修炼多年，却只会一些皮毛。但你是天生五脉，天生就可修习。虚念，虚念，虚虚实实，不正如这情生化刃，虚生化实。瑶儿为何让我学这门功法？很早以前，我想教你这门功法，是想让你去救我的父亲。虽然我后来改了主意，但李先生说无妨，还是可以将此功传授给你。只不过要等你熟练袖剑19式，且心境更加成熟之后。我想此时便是这个契机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何时去救你的父亲？去天外天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太危险了。而且，要是我父亲真的出来了，于北离，于天下，怕都是一场浩劫。虽然我真的很想念他。瑶儿，不必担心。等我们做好万全准备，劝说他不要发起战事就好。我会陪你一起的。东君，多谢你。片轻轻微风，绕心游弋。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